看着处置的前进步伐，蓝启仁这小子是可造之才啊。阿苑突然小跑着进来，叔公。蓝启仁直接笑得眼睛眯眯的，抱起来阿苑，给阿苑擦了擦头上的薄汗。哎呦，阿苑热不热呀？刚刚去哪里玩了？阿苑摇头，不热。阿苑刚刚去了后山看小兔子了。转头看着江婉莹和江燕离大声道：坏蛋！江婉莹冷笑，就是一个小杂种。蓝启仁刚想发火，就听到阿苑道：小杂种不是这个大娘肚子里的吗？阿苑小手指着江燕离的肚子。蓝启仁视线转移，居然江燕离有些慌乱地捂住了肚子。江婉莹震惊地看着江燕离，这个杂种说的真的？阿姐你真的？阿苑掐着腰，生气了，叔公。这个坏蛋骂阿苑，他还用爹的金丹，阿苑真的生气了。突然指着江婉莹奶凶的道：天气凉了，云梦江氏该破产了。蓝启仁，金丹怎么回事？破产又是什么意思？还有阿苑现在天气很热的。阿苑，这不重要，我要让欺负我爹的人都付出代价。听着阿苑奶呼呼的声音，蓝启仁被可爱到了，亲了亲怀中阿苑因为最近伙食好而胖起来的小脸。江宗主，阿苑是我蓝家嫡系，你随意辱骂，蓝家嫡系就是我与我蓝家为敌，现在请你滚出云深不知处。还有，江宗主请准备好我蓝家的报复。江燕离泪眼婆娑道：蓝先生，家弟不是故意的，你这么善良，这么仁慈，你就原谅他好不好？江婉莹还沉浸在阿苑说的用我爹的金丹，他什么时候用魏无羡的金丹了？他的金丹明明是豹山散人给他修复的，是他自己的，绝对不是魏无羡的。蓝启仁被江燕离恶心到了，一言难尽地看着这个他从未放在眼里的女人。我不善良，也不仁慈，所以我也不会原谅你的弟弟。来人呐，把他们给我撵出去。等到门生把江家姐弟赶出了云深不知处，江婉莹才清醒了过来，把着江燕离的肩膀：阿姐，才不是魏无羡，金丹是我的，才不是魏无羡的。阿姐，你说对不对？江燕离安慰道：本来就是阿成的，就算金丹是阿羡给你的，也是应该的呀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呐。江婉莹像是被安慰到了，没错，魏无羡欠我江家多少啊？要不是因为他，我爹娘怎么会死？他吃了我家多少大米？不过一颗金丹而已，都是他应该做的，他欠我江家的永远还不清。江家姐弟有些神神叨叨地下了云深不知处。听到他们所有谈论的处置和门生，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蓝启仁抱着阿苑就去了医药堂，找到了温情。温情，无限的金丹真的给那个江婉莹了。温情先生。温情没有回话，有些逃避的低下头。蓝启仁叹了一口气，是我错了，之前我以为无羡是为了报仇才转修轨道，没想事实真相如此残忍。温情先生，魏无羡他的丹田里又重新出现了灵气，先生不必担心，不出2年，他一定能重修一个金丹的，他又能握起剑来。说着说着，温情的眼眶就红了。这辈子他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把魏无羡的金丹给了那个江狗。蓝启仁抱着阿苑在净室门口来回转悠，今天魏无羡突然抱着自己的大肚子喊疼，蓝忘机去叫了四长老和温情，才知道魏无羡要生了。床前挂着一个尾帘，四长老和温情在尾帘后询问着里面的情况。蓝忘机这几个月是真没闲着，一直学习医术，就是为了亲自给魏无羡接生，但对自己的信心不是很足，所以四长老和温情在尾帘外等着。过了很久，一声婴儿的啼哭声传了出来，温情大喜，生了。蓝忘机，魏无羡怎么样了？魏无羡有些虚弱道：我没事，不就生个孩子吗？我是谁呀？我可是魏无羡。对了，蓝湛是儿子还是女儿？蓝忘机给孩子剪好脐带，把跟随孩子一起出来的胎盘放好，包好孩子才抬头。女儿。魏无羡察觉蓝忘机的声音不对劲儿，蓝湛，你看着我。蓝忘机的脸上满是泪水，眼眶红彤彤的，看起来可怜兮兮的。魏无羡有些艰难地坐起来，你哭什么？我不疼，一点都不疼的。蓝忘机抿着嘴，骗子。虽然在生产过程中魏无羡一声不吭，可是还是看出来了魏婴真的很疼，从怀里拿出一张手帕给魏无羡擦了擦还有汗的额头。我们不生了，好不好？魏无羡，好。温情大吼，你们俩能不能别卿卿我我的？
把孩子抱出来，我给他看看身体呀。魏无羡吓得一激灵，赶紧道：马上，晴姐别急。蓝忘机把孩子抱了出去，刚出生的婴儿还有些红彤彤的，四长老笑得十分和蔼，接过宝宝，哎呦，我们家的小公主长得可真可爱呀。蓝忘机红彤彤的，小小一团，他都不敢用力，哪里可爱？温情给孩子检查了一下身体，魏无羡吃得好，所以这孩子也不像别的孩子一样，一出生就皱皱巴巴的，确实漂亮。蓝忘机，算了，他还是去看魏婴。